大家好，我是小刘，在中国的一个朋友，现在他独自一人去巴铁，到了巴铁半个月以后呢，独自一人我去了我丈母娘家，这件事情我给大家讲一下啊。这个朋友我只能这样说，他很牛，很牛掰，很厉害 ，Number One。我呢，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也震惊，你知道，我也很震惊。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也没有联系我，他也没有私信我或者什么。他以前他说他看过我直播，他说我粉丝，我说你是我粉丝。我说这不算对吧？咱们都是怎么说呢？都是网络上认识的朋友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说你去那儿你也不给我说一声，你哪怕到了门口以后你给我打电话对吧？你告诉我，你给我说一声，让我有个准备是吧？他就闯进了我丈母娘家，我丈母娘也很懵，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后来打电话给那个舒梅拉，后来呢，他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记得是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吧，9点钟左右，具体什么时间我现在也忘记了。他去那儿以后呢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后来就我联系上他了嘛，他给那个舒梅拉打电话，后来他问了我的那个微信号，因为他在那儿说话，或者我丈母娘他们都听不懂。他说他那个文凭挺高的，但是我学历挺高的，但是我看他那个半吊子英语还不如我呢，真的还不如我呢。我看他和那个大堂姐他们聊天，因为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跟人家聊天呢。我看他那个英文还不如我呢。他说他学历很高，什么中国的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你注意一下安全，人家以为我在赶人家。我说那是个小地方，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说别瞎走，别瞎跑，你下次你别一个人出来，我说。我给他说，你别一个人，就是说在那个巴基斯坦瞎跑，因为你毕竟是个外国人，对吧？很容易被人盯上，人家以为我在那个，我说那里又离那个匹兹路省比较是个邻居，挨着匹兹路省呢。那个匹兹路省，我说是那个地方呢有那个武装组织，我说解放军也，人家那里的名也叫解放军。解放军组织，那地方，咱们中国大使馆都不支持中国人，就是说去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毕竟很危险，那个地方不是1次2次出事儿，就那个卡拉奇的那个中国学院不是被炸吗？很多人都感觉啊，都猜测是那个地方的人干的。人家以为我说了这个话，我说你别独自一个人出来，下次你和找2个人作伴儿。我说这个话，人家以为我在赶人家。后来我也不管了，就是说你爱咋地咋地。后来我直接就是说，反正你在那儿有啥事儿，遇见啥事儿也和我没关系，对吧？我也不管了，爱咋地咋地吧。你不听我的，你总以为我在害你，对吧？毕竟咱都是中国人，你又去我丈母娘家了，我丈母娘还问我呢，让那个舒梅拉问我他什么时候走啊？因为毕竟很不方便。后来我跟他说你在那儿住着，人家就2间房，你怎么住对吧？后来我跟他说，要不你去外边找个宾馆对吧？那外边到处都是宾馆，我说。人家不愿意，咱说实话，后来我给他撩明了，我说我知道你来这儿独自一人来这儿，抱的是什么目的，对吧？
他后来说支支吾吾的，就是那意思，支支吾吾的，也不好意思说。我说我知道你这抱什么目的，你就是想结婚呗，对吧？哎呀，我说这样的人胆儿真大，比我胆儿都大，我都不敢往那种小地方走。如果没有人陪我作伴，我都不敢，真的，我都不敢去那种地方。我到他们家以后，大家看过我直播的都知道，我不怎么出门的，在他们家，因为太显眼了，中国人在那地方太显眼了。那地方家家户户都那个背的，我说出来人家不信，人家说那我知道那白啥玩意儿，我说你知道，我心里想啊，你知道你有我知道的多吗？对吧？我在这待了多长时间啊？哎呀，好了，还有一些没跟大家说，以后的话有时间的话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啊，今天时间不多了，拜拜。